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2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58.96， 收盘价是 170.18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0.88， 最低价是在 158.3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6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是上穿了慢线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止涨信号后的反弹中，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如果从4月22日来说，这就是股价反弹的行进中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上，上方在171附近遇到了压力。然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高位，那收盘价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虽然是量缩，但是较之前的交易日它还是一个增量的一个成交量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信息。价涨量增，那么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一个走势。好，那么目前股价上行呢，现在的这个收盘价点位超过了前高，瓦解了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。那么接下来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70.88。那么将会进一步确认股价会上行，因为在4月24日的这根止涨的信号 K 线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么接下来一根K 线收盘价超过了它的前高，实际上在这根当日的这根 K 线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的。那么我们说后续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绿 K 的最高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说将会确认换手成功，也就是这一部分获利出场的这个仓位呢获利出场了，但是会有新的仓位在这个地方进入。那一旦之后的 K 线收盘价超过了它的最高，那也就代表确认换手成功，也就是这个地方或者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158.36，将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强支撑。对，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个进场，那么他们的获利目标一定是在例如比如说4月9日这根 K 线最高一定是在180甚至是184以上。对，好。当然，这是要有多头力量推动的。好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单一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 K 线组合方面。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一星二阴这样一个K 线组合，这是一个下跌的动能的 K 线组合。那一个强压力158，也就是第二根阴线的最高已经被站上了。那么第一根阴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
170.69这个位置，甚至我们也可以把这根 K 线包含进来，也就是在173.81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区域将是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压力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如果是尤其是4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70.69，如果被站上，将会瓦解这个一星二阴的下跌的动能，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。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根实体长绿 K 线也是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停止了继续上攻。对，那么我们说这个位置将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位置，也是强压力。好，那么这是当然我们说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如果这个位置被站上的话呢，瓦解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动能，然后在这个区域又能够确认换手成功，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向上去测试前高。对，那我们再来看现在的一个趋势哈，现在的趋势不管是从长期也就是从2023年7月份以来，一直有头低，下方一直有底，这是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短期呢，我们说也是空头趋势，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170.18，一直到上方的180。这是强压力，因为股价一旦突破了180，站上这个位置，那这样无论是长期的空头趋势还是短期的空头趋势，都将会被瓦解。对，那么这一定是我们说空头要守的一个位置，所以从170到180这个10个点的位置是目前股价上攻的强压力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是不是能够突破这个强压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5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65附近，对，也就是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，或者在20日均线值附近，实际在4月25日收盘价是在170.18，是出现了反转，不叫反转向下，就是叫继续上涨，所谓的反转向上，是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我们说是在盘内出现了反转向上。好，那实际出现的是上涨。那我们预测的向上的方向横盘向上，虽然是方向是和上涨当然是一致的了，这个。同时，但是呢，点位相差是非常大的，但是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实际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高，对，所以说，对，走势也完全不同。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应该是没有到达这样一个低的位置，当日 K 线的最低，对，那也就是说，实际我们看到是上涨。收盘站上前高，那么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虽然上方是有压力的，但是这一定是股价继续上行的信号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26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0，然后是184，第三个是206。那到达180我们说这个180是重要的标志位，站上它就是瓦解了空头趋势，所以从170到180这区间都是强压力，其中一个标志位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170.88，也是这根阴线的一星二阴第一颗阴线的最高170.69，我们取整数171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
然后当然是在继续反弹的过程当中呢，每一个点位我们说也都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下行啊，目前我们说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38.80，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01.81。好，那我们其实从这样一个趋势可以看到，目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，头高底高，这个趋势多头趋势已经被瓦解，因为目前的股价已经跌破了这个前低。而且现在是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。我们说股价在现在的反弹中啊，如果不能够站上180的话，是很容易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，继续这个目前的空头趋势。那一旦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到达，甚至是跌破138这个位置的。那要到达这个位置，目前的支撑，我们说我们再等待一个交易日的 K 线，如果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我们说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158将是强支撑。那对于4月26日的强支撑啊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57到159之间，其实它也包括了这个前低，当然还有这个缺口的上沿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啊，将是股价要想到达138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说明。那我们再来看4月26日开盘之后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位置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63附近，好像是对。那么当然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哈，我们会看到当日实际上是一个大幅低开盘之后的一个盘内反转向上，收在了高位。那到了4月26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171，这是我们之前数次提到的一个标志位，也是强压力前高。股价在4月26日如果能够在171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收高，会继续上行。但是如果是在171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对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4月22日，在收盘价142附近5%建仓，在4月23日盘后。因为盘后的时段股价已经是到达了163，所以在163这个位置我们有10%的加仓。那这样一来，15%的仓位呢，成本价是156，那我们获利的目标是166，我们给出的。那在这根 K 线可能已经出场了我们说如果没有出场是会继续持有。那到了4月25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到达了170。那我们说，目前我们做这期视讯的时候是美东时间的夜盘时间，对，4月25日的晚上8点，目前的股价是172这个位置，当然我们要等到盘前去交易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出场获利出场的。对，好，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获利出场，那在4月25日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虽然收盘价站上前高，但是没有增量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，或者说在之前出场的这个位置呢，说在这根 K 线想要重新进场，我们认为也是不可以的，因为虽然是这个成交量较之前是量增，但是纪律是对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，它是大幅的量缩，所以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，更不可以初次进场的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对，好，
那么，我们再给出，如果这个仓位继续持有，在4月26日，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置，我们守这根绿 K 的最低158，158虽然超过了我们的成本位156，但是呢，一旦收盘跌破这个位置呢，也很有可能会在更低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守止损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158，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，无论在任何的位置，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止损出场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通过我们刚刚的分析，其实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171到180，这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我们不认为这根 K 线是有空头的力量的进入，这根 K 线啊，我们说依然是一个卖盘，但是呢，有了多头力量的进入，所以说呢，股价最后是收高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成交量，我们不认为是有空头的力量进入。那在4月26日。或者之后的交易日很可能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，也就是股价越在上行，那么可能会有空单等在这个位置去阻止多头的上行。对，那我们说在4月26日周五啊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，然后等到下一个交易周呢再去选择一个方向，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所以空头目前一定是要守171到180，然后他们的目标，当然了，现在首要的目标对于空头来说就是跌破158，因为他要瓦解这个，不让这个换手成功被确认，对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第一个压力位是171前高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76，也就是这根吊人线，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增量的吊人线，从它开始股价出现了下行，所以站上这个位置将会瓦解这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所以176也是一个强压力，对，然后再向上就是179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其实也是第一个压力位，第一个目标位，180，对，好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164附近，然后下方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啊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57一直到159，对，它包括前低，然后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156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在4月26日收盘之后，5日均线值很有可能会上穿10日均线值，所以这个位置又是缺口的上沿，这个位置应该是股价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3个支撑。当然，我们说啊，这个整个缺口都是股价下行的一个支撑，尤其是中线的这个位置152、153这个位置，它更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要给出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，我们先说上行的方向。上行的方向，我们要给出2个点位。那如果是上行，股价应该是高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74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71到172之间。那么如果股价上方最高能够到达178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很有可能会收在176。那出现这样一个上行，它们的共同的条件是，
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上方股价最高会到达172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6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69附近。对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也就是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休息的 K 线。其实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给的收盘价在171到172，实际上也是一个横盘的价位。对，所以我们给出这两个预测呢，就是股价基本上会在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会横盘在这个地方，除非有多头力量继续进入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高，会到176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